盘点所有多形态的神兽：一、雷电云、龙卷云、土地云。三云神是合众地区的二级神，实力在动画里表现得非常强劲，就连板木都希望得到的存在。而他们除了常态外，还能变成灵兽形态，在对战中也是各有各的用途。尤其是灵兽土地云一直保持着热度，毕竟它抗性好，特性还是威吓，力度也够高，还能够飞冲，是真的非常好用。而他的好兄弟雷电云和龙卷云也同样不弱，毕竟都有恶作剧之心和不服输，但雷电云的出场率还是要比龙卷云要高上那么些的。主要是雷电云既会电磁波，也会电网，还是双属性，而且疯狂福特配合特性不服输，也能打出很高额的伤害。但是龙卷云的好处就是它能够开顺风，控速手段也有鬼面，输出招式也有暴风，总的来说都很好用。二、银半战兽。银半战兽是阿罗拉地区的二级神，而它的能力主要是和阿尔宙斯那样能切换属性改变形态，动画里表现那自然是不用说，但是在对战里真的太弱了。三、武道雄狮。武道雄狮可以说是最强的二级神之一，自从登场就让一大批超能系弱格斗的宝可梦直接退环境。虽然它的种族比起别的二级神来说不算高，但分配已经算非常好了，不要的特工就只要那么一点。再看其他的二级神，基本上都是物特均衡，如果不双刀，那大多都是浪费的。当然，武道雄狮的特防很低，神战中生存能力还是堪忧，好在它的速度刚好压过或持平一大部分一级神，再加上有限制招式，所以也不至于上场就白给。而它最强的地方当然是特性无形拳和专属招式必定击中要害的效果了。当然比起连击流来说，一击流更加常见一点，毕竟在神战中，恶熊专门克制空间手和那些弱恶的宝可梦，尤其是黑马王和露娜雅拉，那是真的一点都打不过他。四、盖欧卡、古拉多。盖欧卡和古拉多是风原地区的一级神，在第6世代中，他们也获得了新形态原始回归。当然，这里很多人都会搞不清原始回归和超进化的关系，毕竟他们在变化机制上有类似的地方，但实际上原始回归按照官方的话来说，就是找回原本的力量，只要佩戴上宝珠，那就能在开场自动变化，和超进化手动确认有着明显的区别。所以在双打神战中，携带宝珠的盖欧卡和古拉多其实是可以同时使用的，但由于原始回归宝可梦占用了一级神的位置，除了裂空座和超梦，其他宝可梦还是可以继续超进化。当然，原始盖欧卡和原始古拉多这种神奇的搭配，还是想想就好了。五、奇拉蒂娜、蒂亚卢卡、帕路奇亚。奇拉蒂娜是12三龙里最先拥有形态变化的神兽，分别是别种形态和起源形态，在游戏里能够通过携带和取下白金宝珠来改变。只不过奇拉蒂娜力度和抗性都不如迪亚卢卡和帕路奇亚，但是奇拉蒂娜也有奇拉蒂娜的优势，除了肉之外，它高威力的蜈蚣招式也有不少，加上可以极具飞冲，还是可以用的。而迪亚卢卡和帕路奇亚就不像奇拉蒂娜那么尴尬了，因为他们要输出有输出，要抗性也有抗性。虽然说血量不如奇拉蒂娜，但也已经不错了。而且阿尔宙斯传说里，他们同样获得了起源形态，没用的攻击还降低分配到特防和速度上。美中不足的就是特性没有像起源奇拉蒂娜那样发生改变，但是亚裂空斩和时光咆哮却有了很大的调整，新增效果的同时也降低了伤害和命中，但总的来说有利有弊。六、乔雷姆。乔雷姆是合众地区的神兽，而它形态变化的方式是通过白龙莱西拉姆和黑龙杰克罗姆来合体完成的。可能是因为出现的比较早，两种合体乔雷姆的种族同样分配不好，再加上不能破幻影防守这些高级特性的破格，很多时候乔雷姆的特性就和白板一样没什么区别。可毕竟合体乔雷姆的700的种族摆在那里，尤其是不怕威吓的艳白乔雷姆，只要有掩护，那输出力度还是非常高的。7、基格尔德。每次说起基格尔德，就不得不提起它的高达形态。起初我以为这个形态会有对等体型的力度，但实际上它的输出和奇拉蒂娜一样半斤八两，空有一身血量就只能当个靶子，尤其在变成高达后，速度不升还反降，导致很难有出手权。哪怕是设定再强，专属招式再多，但对战里能看的专属招式只有千剑齐发，而比较适合基格尔德的玩法也就剩下大蛇瞪眼、盘犬的强化流了。8、索尔加雷欧、露娜雅拉、奈克洛兹玛。
索尔加雷欧和露奈雅拉的形态变化，只有在释放专属招式和 Z 招式，以及在进入究极之洞后，分别会变成旭日形态和满月状态。比起这两种改动不大的来说，他们在和奈克洛兹玛合体后，则是被称为黄昏之宗和拂晓之翼，也就是日食月食形态。而这两种形态要是携带了究极奈克洛 Z， 就能在战斗中究极爆发，变成光辉大神。在当时，这已经是种族最高的宝可梦了。就苍响、藏马然特、无极泰纳。苍响是宝可梦剑的封面神，强度自然是不用多说，而它也和前代的神兽不同，因为在成为剑之王形态前，苍响还有个百战勇者形态，属性是纯妖精系，只有带上腐朽的剑后才会变成妖精系刚系，种族也会大幅提升。所以对战中苍响基本都默认是绑定腐朽的剑，不过凡事都有例外，少数的人就会让苍响不带上腐朽的剑，然后改用其他道具，毕竟苍响初始形态的种族分配和属性就已经很完美了，而藏马然特就没苍响这个待遇了，不锁道具的话就是纯格斗系，抗性远没有盾之王的要好，再加上没有扑击，输出真的非常堪忧。无极泰纳的无极巨化在神百同样被归为形态变化中的一种，毕竟这和普通的极巨化有着很大的不同，因为除了变大，无极巨化还让它的种族值直接破千。当然，无极泰纳的无极巨化只存在于剧情中，倘若能在对战中使用，那它绝对是有史以来最肉的兽队头子了。10雷冠王。比起上面动不动融合和变身来说，雷冠王靠骑马来转变形态，其实还是挺新颖的。当然了，白马王和黑马王是不能同时出现的，这也导致每次上马和下马都需要用牵绊缰绳，非常麻烦。而雷冠王的第二属性也会根据马的属性而改变，毕竟不变的话，超能系加草系的搭配是真的干啥啥不行。但只要变成了骑马形态，无论是哪一种都非常的强势，适应的体系也有所不同。像是白马王攻高耐久高，速度很慢，就非常适合空间队，而黑马王特攻高速度快，则是适合高速爆发队。但相对应的，白马王弱点多，所以很多时候要搭配弱点保险和抗刚果。黑马王虽然弱点只有2个，但都是4倍弱，所以大多数都会带上气势披带。要是追求极致输出，带讲究眼镜的也大有人在。当然了，能让他们保持强度的，主要还是满命中群攻的专属招式血毛和心碎，再搭配上特性人马一体，清场能力能比他们强的也就只剩下雨天喷水高卡了。好了，以上就是拥有不同形态的全部神兽了，咱们下期见啦！